随着大众审美的提高，一些新式装修设计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家装行业，其中不少产品凭借超高的颜值吸引了广大装修业主的眼球。但是，随着市场热度的退去以及时间的推移，一些曾经爆火的设计，如今早已跌下了神坛，甚至因为问题频发而沦为了笑柄。这一期，小东就为大家盘点5个装修设计的典型案例，看谁还敢乱跟风。1. 悬空电视柜。所谓的悬空电视柜，其实就是把传统电视柜挂在墙面上，兼顾了美观和收纳2个功能的同时，还杜绝了地面上的卫生死角。这种独特的设计方式一经推出，就成为很多家庭装修电视墙的首选。但是很多人做悬空电视柜之前都忽略了它的承重性，导致入住后各种问题频发，要么电视柜下坠变形，要么就是墙体裂缝，后悔不已。网友于小鱼入住不到3个月，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悬空电视柜翻车了。现在想想，估计是电视柜受力面又窄又长，单面墙体承重性差，掉落真的是迟早的事。网友娟儿姐前几天突然发现电视柜和墙之间的缝隙怎么越来越大了，仔细一看，我去，电视柜低头了。我发誓，只放了个电视而已，就这么点重量都承受不住。这么说吧，悬空电视柜虽然高级，但却要牺牲安全性，显然非常不值得，所以最终沦为笑柄也就不足为奇了。2. 超大落地窗。一整面的大玻璃落地窗确实很抓人眼球，在前些年里可谓是销售火爆，凭借高颜值、视野通透、可无死角的欣赏窗外风景等自身优势，一度成为高端装修的代名词，也非常符合大众的审美。但说实话，没火几年就不受大家待见了。当初跟风效仿的家庭也开始纷纷后悔。其实在我看来，虽说安装超大落地窗的综合成本高，但这还不是最终促使它跌下神坛的根本原因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太差。要知道，玻璃面越大，抗风压的能力越差，自爆的风险越高。网友布鲁，我家的大玻璃落地窗美炸了。凌晨2点15分，大玻璃突然的自爆了，太吓人了。原来不只是夏天会爆啊，还有就是无法逃避的通风问题，因为结构原因导致不便于开窗。网友大胡子，大落地窗阳光充足，但通风效果非常差，不到20度的天气，客厅也是异常闷热，待在家里只能开空调。事实证明，很多人花重金打造的超大落地窗，不仅通风差，还有自爆的安全隐患，所以最终沦为笑柄也在情理之中。3. 一门到顶衣柜。衣柜的一门到顶设计确实颜值高，显大气，但这种超长柜门有一个天生的缺陷，就是柜门容易变形。很多商家为了追求更高利益，哄骗消费者说只要加钱装柜门拉直器就不会变形，但经过多年的市场验证发现，完全是骗人的鬼话。换句话说，不管加不加拉直器，柜门都会变形，只是时间问题。网友赵小年没等入住呢，就发现柜门门板都弯了，装了拉直器也没什么用，或者说没有拉直器变形的更严重。切记，真的不要装一门到顶。此外，还有柜门变形、关不严的问题。网友等凌晨的日出，长通风会导致柜门变形吗？我家的衣柜关不上门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还有，做一门到顶整体造价也贵得离谱，柜子自身价格就高出不少不说，还有做墙、地、顶超平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，基本施工费用自然翻倍。这些综合原因也导致它沦为笑柄，最终被大众所抛弃了。4. 厨房吊轨门。所谓的吊轨推拉门其实就是传统地轨门的升级换代产品，其特点就是轨道在推拉门的上方，因此看上去更加美观，地面也显通透，无卫生死角。不可否认，吊轨推拉门确实颜值高，但始终逃不掉的就是承重性差的天然属性，用久了推拉门卡顿、下坠、关不严的情况比比皆是。网友我叫爱迪生，听劝别装吊轨推拉门，窗户一开，风呼呼的，真的是超晃，看着都危险。吊轨门就靠一个不到2公分的定位轮支撑，它也是有心无力啊。网友赵宇轩，小孩子不要拉我，大人拉我也得轻点，我是好看不中用的，谁叫我自身重量那么沉的。还有，安装过吊轨门的人都知道，为啥地上、梁上打的全是眼，不就是为了加固吗？目的不就是担心后期容易掉吗？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放弃吊轨门后，地轨门的升级换代产品也来了，极简轨道只有1厘米，不会藏污纳垢，稳固性还高。那么吊轨门被市场淘汰，沦为笑柄也不冤。5. 岩板一体盆。说真的，卫生间的岩板一体盆这个网红设计真的是坑了很多人。然而现在还有无数装修小白在盲目跟风效仿，
我承认岩板一体盆确实高级好看，颜值出众，但入住后你就会发现，它不仅仅是藏污纳垢、卫生不好清洁的问题，关键问题是它的盆底真的会掉，现在还掉的，只能说明你运气好，时候还没到。网友迪迪的家真的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正睡午觉呢，突然掉下来了，给我吓一大跳。这么重的台盆，盆底竟然是用胶粘的，别相信什么一体盆、台下盆，快避雷吧。网友国庆麻岩板盆虽然好看，但是几乎每天都要花时间去刷。这是我家装修踩坑之一，积水会发黄，盆底因为是直角边，想彻底清洗干净根本做不到。此外，岩板一体盆还存在台盆浅、下水慢、易溅水等实打实的缺陷，这些都注定了它无法代替性能更加成熟的陶瓷一体盆，最终沦为笑柄，也合情合理。